这绝对是迄今为止最优秀的一款漫改游戏。蝙蝠侠那流畅的动作，配合拳拳到肉的打击感，可谓是酣畅淋漓。各种价值不菲的黑科技与帅气无比的蝙蝠战车，让玩家可以纵横歌坛这座全球最宜居的城市。8年前的游戏画质，即便放到现在也都不过时。再加上黑夜中的瓢泼大雨，简直完美的衬托出了歌坛市遥遥领先的犯罪率。剧情方面更是跌宕起伏，环环相扣。丰富的支线与反派角色，则彰显了歌坛市的人杰地灵。如此优秀的作品，称之为神作也不为过。即便到如今，许多玩家都还在津津乐道。那么借这个机会，黄魔就来给大家继续讲述这款史上最强漫改游戏的巅峰之作《蝙蝠侠：阿卡姆骑士》。本作的故事承接了上一座阿卡姆之城的结局。随着小丑含笑九泉，他的遗体也在充满治愈的笑容中被烧成了灰烬。可能是一众反派误以为蝙蝠侠。在接下来的9个月，民风淳朴的哥谭市非但没有迎来超级罪犯的袭击，就连犯罪率也迎来了史低。可这一切只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某天夜晚，刚刚结束工作的警官前往了一处餐厅，正准备来上一杯鲜榨咖啡，不料却被餐厅角落吸烟的市民打扰了雅兴。出于善意，警官想要将其逮捕，但就在一瞬间，警官眼里的所有人都变成了怪物，就连周围的场景也在分崩离析。在这宛如地狱般的景象下，餐厅里的所有人都陷入了疯狂。这起事件也很快被公之于众。心灵鸡汤稻草人则在电视中承认了正是自己所为。稻草人表示，这一次袭击他只用了不到3两的新型恐惧毒气，当然这一次只不过是展示而已，他将会在第2天直接开打，使用上万倍的恐惧毒气。显然稻草人的威胁奏效了，早就想跑的哥谭市民们连夜买上了班车的站票，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哥谭市。一夜之间，坐拥630万人的城市就这样沦为了罪犯们的天堂。尽管哥谭市的警察极力阻止，但在倾巢而出的超级罪犯面前，也终究显得势单力薄。面对彻底陷落的城市，哥谭市警局上空的蝙蝠灯似乎就是最后的希望。而在这大雨倾盆的夜晚，一个人影巍然不动地站在高处，目光坚定地俯瞰着整个哥谭市。今晚唯一能够拯救这座城市的，那就只有这位超级英雄蝙蝠侠。那些罪犯在他眼里终究不过是猎物而已。既然超级罪犯不听话，老喜欢在城市里放毒气，那么抓住他打一顿就好了。为了了解始作俑者稻草人的具体位置，蝙蝠侠前去找到了戈登警长。此时的戈登正因为女儿芭芭拉能够离开城市而感到高兴，但他却并不知道女儿芭芭拉一直都在城内暗中协助蝙蝠侠。根据戈登提供的情报与芭芭拉获取到的位置，他们发现了一辆位于唐人街附近的军用车，似乎与稻草人有关。为了能够更加便捷地在哥谭市游走，蝙蝠侠换来了充满着金钱味道的蝙蝠战车。驾驶着这辆没个20万下不来的超级战车，蝙蝠侠迅速追上并截停了军用车辆。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，从士兵口中得知了稻草人正在唐人街的一处公寓顶楼。好心的蝙蝠侠为士兵留了一手，随即立马赶到了公寓，在将里面负责看守的士兵全部劝躺下以后，才发现只有被关押在这里的环保卫士独藤女，而稻草人则在封闭的室内释放了恐惧毒气。但独藤女却对恐惧毒气有着天然的免疫力。在重获自由后，独藤女对蝙蝠侠说起了事情的经过。原来早在恐惧毒气释放之前，稻草人就已经联合了一众超级罪犯，展开了一场针对蝙蝠侠的计划。而独藤女对此却并不感兴趣，所以才会被他们关押了起来。为了不再让人造成麻烦，蝙蝠侠准备将独藤女带回警局，但中途他们却遭到了坦克和士兵的包围，似乎是为了方便蝙蝠侠破坏。敌方的坦克都是采用无人驾驶。随着一阵轰鸣声响起，蝙蝠战车瞬间出现，并切换了战斗模式。60mm cannon operational. 解决完眼前的士兵，蝙蝠侠带上独藤女，风光无限的回到了警局，再将独藤女请进高级套房，并亲切的问候了一下犯人以后，蝙蝠侠来到了他在中塔秘密修建的蝙蝠洞。芭芭拉也正是在这里暗中协助蝙蝠侠。接下来他们转变了思路，通过韦恩集团的黑科技搜寻稻草人制造恐惧毒气的地点。而在韦恩集团董事会主席卢修斯提供的技术支持下，蝙蝠侠的战车不但迎来了升级，就连战衣也被更换成了由镀钛3维编织的装甲，可以说将蝙蝠侠的战力和机动性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。他能够在敌人完全无法做出反应的情况下，瞬间给予对方婴儿般的睡眠。在各种黑科技的加持下，蝙蝠侠很快锁定了生产恐惧毒气的化工厂。此时戈登也赶到了这里，但一架武装直升机却将桥梁炸毁。蝙蝠侠毫无惧色，向着直升机迎面走去。直升机上是一位新晋的超级罪犯，名为阿卡姆骑士。城市中大批的军队和无人驾驶的坦克也都是由这位骑士花重金组建。他似乎非常痛恨蝙蝠侠，见凭空多了一个敌人，蝙蝠侠也没有太过在意，反正也没自己有钱。可就在之后，蝙蝠侠前往化工厂营救工人的时候，阿卡姆骑士却再一次出现了。他竟然对蝙蝠侠了如指掌，就连蝙蝠战衣上能够被子弹伤害的弱点也都被他全部说了出来。可蝙蝠侠露出的下半张脸，他却只字不提。骑士本以为胜券在握，但没料到蝙蝠侠竟然是在第5层。只见外面的蝙蝠战车对敌方发动了攻击，阿卡姆骑士见状不妙，立马逃之夭夭。眼见情况越发的危急，蝙蝠侠没有丝毫停留，迅速向着化工厂内部前进。一路上他不断破解各种谜题，顺带还哄睡了所有他见过的罪犯和士兵。终于在化工厂深处的实验室，他找到了稻草人。眼见蝙蝠侠向自己走来，稻草人用最狠的话干出了最怂的事儿。蝙蝠侠二话没说，立马开始逼问如何关闭毒气。可稻草人却说出了芭芭拉的名字。出于担心，蝙蝠侠赶紧联系上了芭芭拉。果不其然，他化
话还没说完就被切断了联系。暂时的分心让稻草人逃出了实验室，自毁程序也在同一时间被启动。一旦让其爆炸，恐惧毒气将会迅速蔓延至整座城市。暂时顾不上被掳走的芭芭拉，可爆炸也已无法阻止。蝙蝠侠只能抱着必死的决心，在弥漫着恐惧毒气的实验室，利用中和剂尽量减少爆炸的范围。可就在蝙蝠侠搬运药剂的途中，却再一次看见了那个令他此生都无法忘怀的人。当蝙蝠侠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，才发现不是小丑显灵了，而是大量的恐惧毒气意外唤醒了沉睡在蝙蝠侠体内的小丑。因为在前奏的阿卡姆之城中，小丑不但将自己带有泰坦病毒的血液注射进了蝙蝠侠体内，还将血液送往了各地医院的供血库。4个被小丑血液感染的市民，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上，都变成了小丑的模样。只有一个叫亨利的校长没有任何症状，或许能够通过他的抗体研制出解药。作为第5名被感染的患者，蝙蝠侠眼前的小丑开始了不断教唆，他想2人联手创造一个更加黑暗的蝙蝠侠。一旦蝙蝠侠的精神受到影响，小丑的人格就会逐渐占据他的意识。尽管蝙蝠侠最后还是通过减少爆炸规模暂时拯救了城市，但更大的危机却依旧未能解决。再加上不断出现的小丑幻象，则让事情变得更加棘手。由于芭芭拉被掳走，出于无奈，蝙蝠侠只能通知了戈登警长，2人一起来到了芭芭拉藏身的钟楼。但因为小丑的影响，使得蝙蝠侠看见了当初小丑开枪射击芭芭拉并使其瘫痪的那一幕。而蝙蝠侠也向戈登坦白了芭芭拉与自己合作的事情。愤怒不已的戈登当即一拳打在了蝙蝠侠脸上，并且表示不再寻求蝙蝠侠的协助，他自己会独自去救女儿。蝙蝠侠只能一边忍受小丑的嘲讽，一边再次利用黑科技寻找芭芭拉。通过芭芭拉冒死留下的线索，蝙蝠侠知道了带走他的人正是阿卡姆骑士。依靠线索上骑士的声纹，蝙蝠侠很快便锁定了骑士最后出现的位置。随即他立即赶到了位于哥谭市地下的隧道之中，但这位阿卡姆骑士却对蝙蝠侠的任何行动都非常了解。他出其不意地偷袭了蝙蝠侠，他深知蝙蝠战衣的弱点，直接从薄弱处一枪打穿了战衣。似乎骑士非常享受羞辱蝙蝠侠的感觉，他并没有急着杀掉蝙蝠侠，而是就那样不屑地转身离去。蝙蝠侠也知道拖得越久对芭芭拉也就越不利，他强忍痛苦对伤口进行简单的处理后，便再一次追了上去。但这一次蝙蝠侠又被摆了一刀。当他追上骑士的吉普车后，才发现里面只不过是一名士兵而已。遭遇如此待遇，饶是蝙蝠侠也有些被整破防了。他直接将士兵的头塞进了战车的轮胎之下，士兵在一瞬间就感受到了对于死亡的恐惧。崩溃的士兵立马说出了企鹅人曾为阿卡姆骑士提供军火，为了支付军火的报酬，骑士已经前往了企鹅人所在的一家制冷公司。就在蝙蝠侠准备动身的时候，那个被他一手培养出来的叶翼格雷森也赶了过来，想要帮忙。之后他们一路追查，顺利的来到了企鹅人的武器仓库，但阿卡姆骑士还是先他们一步离开了。蝙蝠侠只能现身逼问还在数钱的企鹅人阿卡姆骑士的下落，可最终还是不慎让企鹅人跑掉了。在将企鹅人的武器仓库炸毁以后，蝙蝠侠开始向着哥谭市上空的2艘飞艇赶去，因为他从企鹅人口中得知了稻草人和骑士准备夺取这2艘飞艇。通过在飞艇上不断的调查，蝙蝠侠发现飞艇的拥有者是一名叫斯塔格的科学家，他曾与稻草人共同研制出了名为暴雨的装置，暴雨能够在短时间内将恐惧毒气扩散到整座哥谭市。或许这也是稻草人在化工厂引爆毒气失败后留下的后手。斯塔格也因为试图背叛稻草人，最后落得自食其果。蝙蝠侠也终于来到了稻草人的面前，可由于小丑对于蝙蝠侠的影响越来越强，导致蝙蝠侠不慎中了稻草人的陷阱，从而吸入了大量的恐惧毒气。但稻草人却并不知道，他的这个举动让早就蠢蠢欲动的小丑暂时占据了蝙蝠侠的意识。Maybe it's already happened. Look at me! I'm amazing! And this body! 这一刻，蝙蝠侠的每一击皆是杀招，饶是稻草人也不由得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。幸好只是在意识中，蝙蝠侠在小丑的教唆下扣动了扳机。当蝙蝠侠重新回过神时，惊讶不已的稻草人也感觉这个超级英雄和以前不同了。他也没有多做停留，而是带上暴雨装置，在阿卡姆骑士的帮助下离开了这个地方，似乎就是为了搞心态。之后，稻草人将芭芭拉所在的位置用广播传遍了哥谭市。当心急如焚的蝙蝠侠赶到的时候，稻草人当着他的面对芭芭拉释放了恐惧毒气。由于恐惧产生的幻觉，让这个女孩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见到这一幕的蝙蝠侠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绝望。管家阿福也联系上了他，希望他能够打起精神，不要让芭芭拉的死成为徒劳。重新调整好心态后，蝙蝠侠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了独特女的身上。一旦让稻草人释放毒气，那么全城的植物也都会失去生机。独特女索性也就同意了与蝙蝠侠合作。由于独特女拥有着免疫恐惧毒气的能力，她制造的一种孢子也可以中和这种毒气，但只靠她一个人却无法制造覆盖全城的孢子。之后，蝙蝠侠立马将独特女带往了全哥谭最古老的植物面前，并通过加装的声纳设备，在特定的地点激活了这种上古植物的根茎，使得独特女能够让植物的藤蔓开始疯狂的生长。她也终于能够通过眼前的庞然大物制造那覆盖全城的孢子。之后，蝙蝠侠开始着手调查释放毒气的暴雨设备下落，但之前提到的那4名被注射了小丑血液的市民，本来正在接受3代罗宾的治疗，以研发出相应的解药，但他们所在的制片厂却遭到了小丑女哈利奎因的袭击。小丑女知道了这4个人继承了小丑的意识，专门跑来抢夺。于是蝙蝠侠迅速赶回制片厂支援罗宾。当敌方意识到蝙蝠侠前来劝架的时候，一切都已经晚了。2人轻松便劝退了这些罪犯，但除了没有任何症状的亨利以外，其余3名被注射了小丑血液的人已经和敌方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蝙蝠侠只能
能与三代罗宾，将这几位自认为自己是小丑的大爷一个一个的请了回来。蝙蝠侠还顺带再次抓捕了战斗力为0的小丑女。可就在他们带上小丑女回去的时候，那名先前毫无症状的亨利却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。原来他一直都在隐藏自己的小丑人格。为了贯彻优胜劣汰的信念，亨利毫不留情地杀掉了另外3名继承小丑意识的人。可就在亨利准备举枪攻击蝙蝠侠的那一刻，他却仿佛看见了蝙蝠侠身后的真小丑。看来已经有大佬成为了小丑完美的继承者。亨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开枪自尽。小丑女人都麻了，她又一次看见了心爱的小丑死在自己面前。一旁的三代罗宾发现蝙蝠侠即将被小丑占据意识，他本打算将蝙蝠侠安排进隔离舱，但蝙蝠侠却被小丑的幻觉所引导。他看见了桀骜不驯的2代罗宾杰森，在被小丑抓获以后遭受到了长期的折磨，甚至还有2代罗宾杰森被杀死的景象。如今的蝙蝠侠已经不想再失去任何人，他不想第3代罗宾也因为得不到自己的帮助而失去生命，所以蝙蝠侠只能把3代罗宾关进了隔离舱，他自己则前去应对即将释放的毒气。此时的独藤女不慎暴露了位置，阿卡姆骑士当即派遣大量坦克前来围剿。好在蝙蝠侠凭借战车的高机动性和威力，才勉强抵御住了坦克群的攻势。但气急败坏的阿卡姆骑士也启动了暴雨装置，恐惧毒气几乎在一瞬间便席卷了整座城市。街上的罪犯也因为毒气的作用变成了极端罪犯。由于暴雨装置成倍放大了毒气的威力，如果不能摧毁暴雨，那么独藤女的植物将无法再保护哥谭。闻听此言，蝙蝠侠立即动身，开始穿越这座已经沦为恐惧之城的哥谭市。由于毒气的特殊立场，蝙蝠战车失去了动力，于是蝙蝠侠前去找到了斯塔格，向他索要了能够在特殊立场使用的电池，并在毒气肆虐的街道上利用电池使战车重新恢复了动力。随即蝙蝠侠驾驶战车径直杀向了搭载暴雨装置的坦克。为此阿卡姆骑士也做出了准备，他们早已对负责防守的坦克做出了升级，蝙蝠战车根本无法从正面造成伤害。蝙蝠侠只能利用战车的机动性不断穿梭在大街小巷之中，绕到坦克的背后进行攻击。经过蝙蝠侠的逐个击破，搭载了暴雨的坦克也被成功摧毁，但滔天的毒气已经吞没了独藤女的植物。于是独藤女以付出生命的代价释放了古诗中的所有力量，将弥漫在哥谭市的毒气全部清除，因为他深知大自然总是会取得胜利。独藤女的身体也逐渐支离破碎，化为了飘散在空中的孢子。虽然解决了恐惧毒气的问题，但蝙蝠侠因为长期接触毒气，导致他内心的小丑也越发的强大。恰好这时前去寻找女儿的戈登不慎被骑士手下的士兵抓获，蝙蝠侠只能一路追踪戈登的信号，来到了地下的隧道之中。阿卡姆骑士也驾驶着大型盾构机不断向着蝙蝠侠逼近，由于蝙蝠战车的装甲和武器都无法与之抗衡，他只能利用速度上的优势，尽量的为管家阿福打开通道争取时间。可最后骑士还是将蝙蝠侠逼到了死角。幸运的是蝙蝠侠利用弹射装置从上方的出口逃了出去，但价值不菲的蝙蝠车也被盾构机碾压成了废铁。蝙蝠侠也通过出口顺利的找到了被俘虏的戈登，而阿卡姆骑士似乎也想做个了断，他索性直接摘下了面具。这个骑士正是2代罗宾杰森。原来当初小丑并没有杀掉杰森，他故意制造了杀掉杰森的假象，好让蝙蝠侠误以为杰森已经死亡。经过了小丑长期的折磨，杰森的精神开始扭曲，他认为蝙蝠侠抛弃了自己，从而心中产生了强烈的恨意。尽管蝙蝠侠试图解释，但杰森根本听不进去。无奈之下，双方只好动手。面对杰森在高处的狙击，心中有愧的蝙蝠侠不闪不避，径直走到了他的下方，并通过爪钩与他拉近了距离。虽然杰森一次又一次的逃走，但面对眼前这个被自己视作亲生儿子一样的存在，蝙蝠侠还是伸出手表达了自己的愧意。这一刻，杰森的内心被触动，从而产生了强烈的矛盾心理。最终，他还是选择了悄然离去。当务之急并不是他与杰森的矛盾，而是需要解决稻草人这个最大的威胁。蝙蝠侠与得救的戈登一同来到了稻草人所在的房顶。当他们见到稻草人以后，却没料到原本死去的芭芭拉竟然出现在了这里。原来当初芭芭拉自杀的场面都是因为恐惧毒气造成的幻觉。在稻草人的胁迫下，戈登为了女儿迫不得已向蝙蝠侠扣动了扳机。见蝙蝠侠从大楼之上跌下，稻草人立马出尔反尔，将芭芭拉直接从楼顶推了下去。蝙蝠侠怎么可能就被一枪打死？他再一次出现救下了芭芭拉。戈登设计的是蝙蝠战衣最坚硬的部位，这也正是他故意而为之的。然而敌方的坦克却依旧对2人穷追不舍。不过蝙蝠侠早已留了后手，既然蝙蝠战车能够造1辆出来，那自然也能造出第2辆。在备用蝙蝠战车的接应下，2人得以回到了警局。在蝙蝠侠安置好了芭芭拉以后，稻草人倾尽了所有的无人坦克，将哥谭警局围了个水泄不通。而蝙蝠侠花费巨资打造的蝙蝠战车，也在这一刻展现了恐怖的战斗力。数十架无人坦克和无人机在顷刻间被战车全部轰成了碎片。哥谭警局的危机被轻松化解。稻草人见大势已去，决定祭出他最后的底牌。他深知蝙蝠侠最大的软肋就是同伴，于是稻草人前去制片厂，抓走了被蝙蝠侠关在隔离舱的3代罗宾，想要以3代罗宾和戈登的性命要挟蝙蝠侠前去投降并接受处决。一路走来，蝙蝠侠已经不想再连累任何人了，他自愿走上了前来接他的货车。在货车内，蝙蝠侠进入了幻觉中，眼前是那个熟悉的小巷，他再一次看见了被歹徒枪杀的父母。小丑趁机不断唆使蝙蝠侠交出自己的身体，或许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蝙蝠侠忍无可忍之下，亲手扭断了小丑的脖子。这也意味着，在蝙蝠侠杀人的那一刻，距离小丑接管他的意识也仅仅只有一步之遥了。一切仿佛像是回到了蝙蝠侠押送小丑回到疯人院的那一晚。本应该被绑住的小丑变成了蝙蝠侠，而稻草人也准备向全世界公布蝙蝠侠的真实身份。就这样，在稻草人的胁迫下，戈登警长亲手摘下了蝙蝠侠的面具，展现在全世界眼前的是布鲁斯·韦恩那充满刚毅的脸庞。世人无不震惊，这位默默守护哥谭的英雄，竟然是一位亿万富翁。随着稻草人将恐惧毒素全部注射进蝙蝠侠体内，他的最后一丝意志也彻底土崩瓦解。在精神世界中，小丑接管了蝙蝠侠的身体，他不但将蝙蝠战车改装成了战争机器，还将所有的超级罪犯屠戮殆尽。戈登警长也在绝望中死去。哥谭市化作了
了最为惨烈的地狱景象，这便是蝙蝠侠最恐惧的事情。回到现实，小丑已然彻底接管了蝙蝠侠的身体，稻草人还天真的认为眼前这个男人已经陷入了无尽的恐惧之中。在他眼里的蝙蝠侠不仅发出了癫狂的笑声，看他的眼神也仿佛像是在看一个死人。稻草人气急败坏之下，立马再给小丑续上了一针，而这一次轮到蝙蝠侠来引出小丑内心深处的恐惧了。一开始小丑根本不在乎这些，自己刚刚死去的场景，可当小丑看见自己死去1年后已经没人记得他时，顿时显得有些慌张了起来。他想离开这里，但只要一转身，就是蝙蝠侠的石像出现在他面前，并且数量越来越多。或许这就是蝙蝠侠带给那些超级罪犯的恐惧感。小丑内心深处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越来越强烈，他以为自己能够离开幻境，但殊不知他已经在这场对于蝙蝠侠身体的角逐中选择了退出。蝙蝠侠已经知道了，小丑害怕孤独，害怕被世人所遗忘。正因为有蝙蝠侠的存在，小丑注定被人遗忘。I am vengeance. I am the night. I am Batman. 就这样，蝙蝠侠把小丑永远地锁进了意识的最深处，而重新夺回身体控制权的蝙蝠侠也回到了现实中。稻草人见恐惧毒素已经对他失去了作用，于是想起了非常好用的手枪，但一切都为时已晚。迷途知返的杰森赶到了这里，帮助蝙蝠侠脱离了束缚，而蝙蝠侠也让稻草人好好的感受了一下什么叫恐惧。最终，稻草人踩上了缝纫机，愿缝纫机里没有蝙蝠侠。尽管整个世界都知道了蝙蝠侠是亿万富翁布鲁斯韦恩，但哥谭今晚仍需要蝙蝠侠去收拾烂摊子。他让管家阿福准备启动骑士陨落计划，而那些还没有被绳之以法的罪犯们，就需要玩家们在支线里一一解决了。当蝙蝠侠逮捕了哥谭市所有的超级罪犯以后，他默默地摘下了蝙蝠面具，并拖着劳累一晚上的疲惫身躯，在无数记者和围观市民的目光下，回到了韦恩庄园。而骑士陨落计划也随之启动，韦恩庄园在一阵剧烈的爆炸之下化为了废墟。布鲁斯韦恩和管家阿福也至此被认定为死亡。一段时间过后，戈登成为了哥谭市新任市长，并准备出席女儿芭芭拉与3代罗宾蒂姆的婚礼。而在哥谭市一处阴暗的巷子里，2名歹徒正在抢劫一家3口。就在歹徒即将得逞的时候，旁边的屋顶上却出现了一个无数罪犯内心深处的恐惧化身。我是修边狂魔，咱们下期再见。